I feel nauseous, believe me. Never had a lot of shit come easy. Had to work hard, struggle just to be me. Had to rise up just so they could see me. Did what I... 最近由于夏日祭的致敬，中国人的抗日情绪高涨，也能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团结。在格斗擂台上，一旦对上日本选手，中国选手也仿佛加了 buff， 如有神助。这可能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情绪。这位穿着白色衣服、一脸凶相出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历史玉山。下面带大家来看看一场解气的抗日对战。他这次对上的对手是我们中国的名将阎锡波。阎锡波有着中原飓风的名号，锋利的缔造者，以惊人的爆发力闻名全坛，无论技术还是经验上都有着较高水准，并逐渐形成了自己强调重击、喜欢压迫式打法的独特风格，因此他的比赛观赏性极高。注意看，别眨眼。比赛一开始，日本选手就发起了助跑式跳击。没错，你没看错，就是这么快。开场仅6秒，飞扑过来的历史玉山被阎锡波一个后手拳打倒，紧接着几个重拳直接 KO 了他。不愧是中原飓风，是真的快，直接把历史玉山打倒在地。日本选手凄惨的趴在地上，牙都被打掉了几颗，而阎锡波则是获得了满堂彩。太快不过瘾，而下面这场女子格斗赛可打得真叫一个过瘾。这场比赛是我国的王雪对战日本拳击手郑。这位女选手可是非常嚣张啊！在称重现场，日本选手怒视王雪暴力顶头，更过分的是，他看到王雪嘲讽的笑容，还直接推搡王雪。行，让你狂一下，赛场上收拾你。比赛开始，双方谁都不愿意先出手，裁判不得不进行催促。王雪立马先出一拳进入战斗状态，但是任似乎一直处于闪躲状态，导致王雪也不敢盲目的进攻，所以第一回合的看点并不多。但从击中对方的数量上来看，王雪还是占据较多优势的。提到了王雪呢是搏击格斗双修，之前呢又是拳击选手，所以说他在战力上还是有优势的。现在我们一会儿也看看任他呢在地面上他的技术特点怎么样，因为直到现在两人谁都没有要进入地面的意识。正蹬漂亮。那其实我们看啊，这刚才镜头给到了任，我们看他的这个耳朵这个形状啊，应该说他在地面上应该是有着时间不短的训练的。对，但是从目前上来看，任并没有要进入地面的意思，好像要跟王雪来打一打战力。要看一看对手和自己战力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对。那现在任也并不想主动的出击，王雪呢好像也还没有完全适应对方的状态，不敢主动的输出进攻，怕给对方破绽。所以说现在第一回合两个人都是在你来我往的这种相互的平稳的节奏当中来进行。对，刚才有一次要抱摔的假动作，任这一边，但是并没有去执行。根据综合格斗的规则呢，每一回合是5分钟，然后有3个回合10分打分制，每一回合是以倒扣的方式，根据场上的站立、地面比赛的控制和侵略性来进行综合的打分。像遇到这场比赛，现在第一回合纯站立的这种情况呢，那谁在站立当中更有优势一些，那就会打到10分，而败者是打到9分或者更少。但是从目前上来看，战力上好像两个人的分别也并不是很大。对。从击中的数量来说呢，是王雪这边更好一些。是。最后呢还有10几秒的时间，好像两个人都不准备再输出更多的进攻了。试探完了之后，我们不知道后面2个回合会怎么样。好，前摆，终于有一组输出了。第一回合很快结束，然后进入到第2回合。在休息期间，教练为王雪布置战术时提醒王雪可以多出拳，因为在拼拳过程中，王雪还是有较多的优势，因为双方一直没有进入地面，还无法知道双方地面的较量如何。
由于双方打得过于墨迹，让裁判都有些不耐烦了，立刻叫停对手，警告双方必须加强进攻。在刚才呢，我们在看到呢，他教练在跟他布置战术的时候，也从动作上能感觉到，要王雪在这个回合当中加强拳的输出。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综合格斗的整个的判分当中呢，其实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个综合的判定，在地面上，在站立上，会进行多方面的判定。现在呢，完全的裁判看不到任何地面技术。再去连续的抡摆，后手打中了，但因为双方这个是草量级嘛，就57公斤。所以可能一拳的威力不足以直接击倒对手。对，地面技术的运用，主动是不是主动输出进攻，然后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呢，有效的打击，还有降服技，多种的因素构成的最终的判分的结果。但现在呢，我们看，给裁判可能是出了一个难题了。对，但话又说回来啊，对。如果一旦有一位选手抱摔成功的话，那对于这一回合的打分的判定又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其实刚才说到的王雪呢，她的是搏击格斗双修，目前呢她的格斗是4战3胜，搏击呢是3战2胜。而且其实文琪老师刚才也提到，王雪呢可能更倾向于综合格斗，因为也想呢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来加强整个国内的女子综合格斗的这样一个潮流和状态。好的，前直加后扫，可以再多一些这样的这个腿法的进攻。那现在我们看到，刃前腿支撑腿上被王雪呢已经扫的是有一些印记了。两个人在进攻上还是我不知道是互相有所忌惮，还是在战术上是这么部署的，场面打的依然是比较沉闷。再来低扫，好的。刃的前支撑腿已经被王雪的多次低扫，我们看在腿的内外侧的已经是有了累积的伤。好的，继续到这个位置，要抱摔。果然终于爆了，这个抱摔非常的成功，而且很快。在第2回合快结束时，刃才使出了他干净利落的抱摔，但这显然意义不大。很快哨声响了，第3回合刃很快的实行了抱摔，但反被王雪压倒。但是刃也紧紧的扣住王雪，不让他进攻。王雪是做好了准备，因为前面2个回合对手只跟他打站立，可能一下子来抱摔没有准备，没有适应啊。对，但现在也不同了。现在下位的刃就是完全缠住王雪，不给王雪起身和做附加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似乎是要让对手啊想办法，因为没有进攻，然后站起身。好，拿到一个上身位，但是刃还是紧紧的锁住了王雪的2只手，是想要布置3角或者是手臂十字固，因为把王雪2只手啊是抓得很牢。对，挣脱了上位的砸击。在进行了几记地面砸拳后，王雪放开了刃起身，接着将其压向绳脚，给了几记重拳。刃见此再次激动的紧急抱摔，被王雪挣脱以后，再狠狠的给了几拳。可是王雪再次起身放了刃，可是刃却像耍无赖一般在地上不肯起来，这可把王雪彻底惹怒了，直接把刃逼到绳角，连续的重拳砸击，将他砸出了围绳之外。想起身，但是就被王雪给打回去，不给机会。
好，连续的砸击，往连续的砸击，但是维生稍微有一个阻挡，但是王雪依然是不断的输出，连续的砸击。不知道任现在是不是能够坚持？这边裁判看得很裁仔细啊，判在看得很仔细。任完全没有了还手之力，只能抱着头抵御王雪的攻击。裁判见此，立刻终止了比赛。这场比赛，王雪前2个回合的确显得有些磨叽，但是赢得漂亮，也为之前任在称重现场无理的表现狠狠给予还击。值得一提的是，任的左脚被缠了绷带，可能是赛前就受伤了，但是王雪却并没有趁人之危，没有攻击任受伤的腿，这可能就是王雪的格局了。同样在称重现场挑衅的还有红毛马萨，在他与张美轩的称重现场，他是又吐舌头又推搡，一头红毛，满身的纹身格外引人注意。但他对上的可是贵州拳王张美轩啊！张美轩有着猎豹般矫健的体魄、卓绝的搏击天赋、出众的擂台创造力，他的比赛总是充满着激情，飞膝、飞踢、站地、断头台。张美轩总是会用一些高难度的华丽动作，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擂台体验。所以这次日本红毛可有好戏看了。比赛一开始，马萨就想率先进攻，反被张美轩一脚踢翻。接着张美轩抓住时机，一顿重拳招呼，完全不给马萨反应的机会。张美轩用他的绝对统治力控制着马萨。看看这个头能不能拿住？隔着一条胳膊还，马萨这个地面捕捉，对，转换很快。张美轩要先控制，这往前推的这个劲儿不错啊！张美轩也很不错啊，两人地面反转。马萨这个地面变化也很快啊，对，很快。我们看他的腿，很漂亮，能拿到十字弓，能不能拿出这个十字弓，把这个胳膊掰出来？对，先做锤击，先扰乱他。好，蹬太。张美轩有着跟日本选手作战的经验，曾经有一位日本柔术系的选手，我记得长路作战柔韧性特别的好。对，那是在日本空运节东京站的比赛。对。好，张美轩的地面反转很快啊。对，要先控制一下。这个马萨的韧性很好，对，非常好。连续的砸击，对。差一点。张美轩毫不留情的几记重拳下去，马萨只能翻过身来，被动挨打。他弓着身子缩成一团，裁判及时冲过来拉开张美轩，可马萨依旧是一副抱头求饶的样子，久久都缓不过神来。看来啊，是打得不轻啊，也着实是打得漂亮。红毛马萨也为他之前的嚣张无理行为付出了难忘的代价。这样的抗日比赛，大家看得过瘾吗？请持续关注小哥，我们下期见。